我使用 GR 最喜欢的3件事情：日常街景的随手拍，享受28mm导演视角的拍摄魅力，以及截取最棒的人物情绪感。首先，拿起相机，我们都会想要拍摄出好看的照片，练习不同的主题创作，学习摄影的概念，提高视觉的辨识度。接着大量寻找喜欢的作品，包含摄影师的创作，研究他所推荐的相机镜头，观看各种的影片教学。但拍到时间久，就开始觉得无聊。你会发现，原来我和他最大的差异，并不是拍摄技巧，或者是相机器材而已。有趣的是，他们的生活方式，拍照只是日常记录。透过 GR 记录每一段的过程，找到属于自己浪费时间的方式，是拍照最有乐趣的地方。为什么会选择 GR 呢？在选择第一台数位相机的时候，当下想法很简单，不用在乎杂讯的多寡，关键在于速写当下的瞬间，不用在乎焦段的变化，广角的定焦镜头能够专心的拍照，随身放在口袋里，散步拍，出去玩拍，朋友聚会时拍，用随手拍摄的气氛去拷贝身边的一切。深山大道在犬的记忆说到，回到有阳光的地方。那些地方是我以前从不厌倦、天天都经过的路。无论用多贵的相机器材拍照，最终说话的就是照片本身了。亲身的经历、潜在的故事、情感的关系，透过相机展示了你对于周围世界的窥看。GR-RIST 的访问里，田中长德也说，最适合记录剧场舞台的视野是28mm。28mm可以说是拍摄舞台的眼，抓住一个景色，指挥世界是导演的眼。散步的路上和导演的眼睛结合起来，就构成 GR 拍照的窥视。对我而言，每天出门都要检查手机、钥匙还有 GR 带了没。拿着 GR 走出日常生活，有许多的瞬间都会让人忍不住按下快门。只用一颗固定镜头，将注意力集中在事件本身，专注要表达的内容，借由着拍照眼前的景色，触碰到心中柔软的部分，是一种单纯的快乐。使用同一台相机却能拍摄出不受限制的画面，取决于你如何看见的过程。唯有在同一个景色当中，能看出和别人不同的样貌，感受和他人不同的事物，你在选择各种视角的组合，才能拍出有闪光点的画面。以是否看见为例，譬如在台南的咖啡厅，我看着纯心在里头走动，如何透过设置来实现只拍就好看的光影感呢？或者展现更具有吸引力的人像美感。在 GR3 的图像设置影调选项中，是用来控制中灰曲线的曝光增减。将影调设置为+3，搭配 GR3 Negative 所拍摄的照片，面对平光、微微逆光的环境，整体就会有明亮又有低对比的曝光感。当纯心的脸孔面向了亮光的方向，此时将影调设定为减3，降低中灰调的曝光。透过移动 GR 的拍摄角度，利用背景的大量暗面来衬托出人物的明亮脸孔，配置出主体亮、背景暗的构图原则，强调出整体照片的光影明度差，人像感受就更具有魅力了。遇到晴天的日子，拍摄天空是标准的正蓝色，但我们更偏爱记忆中的色彩配置。因此，在 GR3 的图像设置中，透过色相+4到减4的调整选项来改变画面中的主色系。如何呈现出底片的拍摄感呢？对于蓝色，减色相呈现出蓝绿感，加色相则会呈现出蓝紫感。拍摄风景时，我喜欢将色相设定为减2，并搭配正片滤镜的设置，就是很好看的色彩基调。色相的调整是 GR3 有趣的环节，你所喜好的色彩也会成为你专属的标志。如果你懂色彩，就掌握到情绪的渲染力，也就是我们对于日常的记忆。摄影的过程，我经常想如何利用光影组合，呈现出具有乐趣的街拍作品。首先，一定要进行全方位的观察，透过拍摄主体与环境各个面向的搭配，确保得到足够多的画面组合的可能性。
接下来是学习 GR3 测光系统的调整，掌握 High Key 明调与 Low Key 暗调的拍摄调性是基本而且重要的摄影概念。例如 Low Key 将曝光补偿向左拨到减 1.0， 更多的暗部层次能够衬托出明亮区域的戏剧效果，给予照片鲜明的主题和独特的氛围。使用 GR3 优点是你不用频繁的调整曝光补偿，只要将测光方式设为高亮重点，预设不用任何调整都能轻易拍摄出 Low Key 暗调风格。由于 GR3 是28mm 的广角镜头，拍摄时经常引入过多的环境因素，利用压低整体曝光的设置技巧，专心的寻找明亮面的主体。方法虽然很简单，却能拍出很多很有意思的照片。High Key 的明亮风格那就更简单明了。手机拍摄的9:9照片都是 High Key， 占据绝大部分日常观看的比例。你只要在 GR 设置里将测光采用多区、影调+3、对比+1、对比暗部+1，就能拍摄优秀的 High Key 曝光风格。此时白色和高光区域的运用就非常的重要。High Key 的拍摄建议你要开启 GR 自定义拍摄资讯显示白点警告。取景时，当高光区域过度曝光到无资讯时，萤幕就会出现红色的警告，帮助你更加注意到主体曝光和细节保留的程度。High Key 和 Low Key 并不会用在特定的主题，有时候我就会想要整天拍摄 Low Key， 甚至自己来进行单一模式的拍摄，也是非常好玩的创作方式。2023年的今天，拍照变得如此的方便，纵使已经有更多的媒介可以帮助我们记录生活，然而拍照依然是承载回忆的一个重要方式。当别人说我喜欢你拍的照片，总会让我感受到自己所捕捉的美好的价值。这句话多听几次也不会失去意义。我们所看重的生活片段是理想的午后时光，斜挎着小包，感受阳光的温暖，各种色彩互相融合的美景，与当地的街头相遇，推开门就能品尝一杯手冲咖啡的美好，围绕好友的笑声里，寻常不过的聚餐才是真实的生活。我漫步于台北的巷弄，享受拍照的乐趣，看似浪费时间的方式，无需证明，它们本身就是美好的存在。